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那么，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跟大家一起分享缠论知识的这个内容之前，我们就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周末复盘，跟大家一起做复盘。大家也可以在我的频道下面留言，对吧？你们关心的股票，或者说是跟缠论相关的知识，或者说是你们比较疑惑的东西，都可以在频道下方留言。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一些分析。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周。虽然说现在美国政府已经这个开始运行了，但是呢，这些数据不一定能有。虽然说有这个周三说是有 ADP 数据，也就是小非农，但是具体能不能够出来不知道。那么因为12月10号，也就是周三，就下一周它会出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了。但是呢，最重要的这个 CPI 数据和非农数据，也就是大非农，在他们开利率决议之前是没有的。那么现在相当于一个摸黑的一个状态中，对这个美联储。还有一个就是美联储下一任的这个可能的主席啊，现在有一些传闻。然后呢，这个人在本周或者是上周的时候有一些公开的那个讲话中，他是偏鸽派的。然后就是 dovish，就是偏温和派，就是偏向于降息。所以现在对，12月份这个降息的话，压注也有一些提高。虽然说没有太多的经济数据，但是，有可能是也可能会降，但是，具体的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可能会降。如果说降的话，等一下我们再分析那个股票，对指数对股票来讲肯定是一个利好。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些，我们只能是作为一个参考，毕竟它这个具体数据出不出的话，我不知道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周一有一个鲍威尔的一个讲话，看一下能够有一些什么东西出来。然后周三就是可能有 ADP，还有一些非制造业指数啊。然后周五的话有一个 PCE，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然后周四这个呃初始就业金的这个有可能会有，所以说现在就是因为它美联储这个美国政府停业了一个多月，造成这很多数据都缺失。然后呢，下周还有一些要出财报的，那么有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或大家有问过的，比如说这个 MLBL 啦，跟这个芯片，这个半导体相关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个这个网络安全的，对吧？这都关注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周三盘后，这个 CRM，这是 AI 那个程序应用方面知名度比较高的，尤其对企业来说。还有什么 Dollar Tree 了，Dollar General，这都是零售。那么我们等一下分析一下这个，还有一个 HPE，就是这个可能跟这个数据中心呢，因为它跟这个戴尔的那个是竞争的，所以它有可能。但是这个 HPE，因为它现在惠普的话它分拆了，一个是 HPE，一个是 HPQ，应该这个就不是跟那个数据中心相关的，HPQ 是跟那个数据中心相关的，所以这个我们就不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标的，这就是标普。那标普的话，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我简单说了一下，因为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说得很细。那么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月线，月线大周期的话，整体来讲起涨点是这个3491，对吧？就是这一笔，你现在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啊，对吧？那么虽然说现在周线上也出了顶门形了，sorry，月线上出了顶门形了，而前面这里就是这段是特朗普这个造成的这波回撤，一个大幅回撤，20%的回撤，一个20%的回撤，当时都已经很熊了，对吧？这也是，呃，他们或者说华尔街的一个标准。如果一个从高点回撤20%的话，就是进入熊市，但是没说进入熊市后不能拉回来呀，对吧？所以说这些所谓的分析理论呐、什么跌20%进入熊市这那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实质性的指导意义。所以说，
你按这个位置去做空它的话，那你死的会很惨呢，对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的机构这波上涨初期的时候，他们都是踏空的，尤其是在这个头几个月的时候，他们都是踏空的，因为他们是看熊了呀，对吧？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是看合力表达。现在虽然说有这个月的顶纹型了，但是因为本月已经结束了，下一个月下周的话就是12月份交易日要开始了，那么要看它这个收线。12月是收成一个包含关系的，就跟11月相比的话，是包含关系的，还是说能够突破6920，或者说跌破本月的低点？跌破本月的低点的话，那就是下跌延续，对吧？那就相当于在月线上回落有3根 K 线了，这就是它不同的 K 线形态代表的意义。那我们要跟踪的就是，即使是说你下个月再跌一个月，你也不代表这就能够回落一笔呀，它完全是可以再冲上去。所以我们一直是2个方向都要看，就是从这个3491上涨没结束，或者说是6920下跌开始，这就是设定 A0起点。其实这就是设定 A0啊，在我们缠论里面，任何一个开始的位置，我们设定的话都是 A0，或者说是负 A0，也就是下跌的起始。但是在新的一笔没有生成之前，你2个方向都要看，相当于 A0的，所以说 A0可以任意设置的，其实，所以说你是设置在底部，那就是上涨看上涨；设置在顶部，那就是看下跌。所以说这个 A0可以随便设。那么看一下它的这个内部结构，这一段的内部，看一下，看内部的原因是因为在本周期上，我虽然说没有这个顶纹型，sorry，没有这个回落一笔，或者没有其他的更多的信息了。因为 MACD 的话，因为在本周期的话，你去比较的话是跟前面这段的比较，但是呢，前面这段是结束了，但是后面这段你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如果说 MACD 我们简单看一下，从这个起涨的话，然后跟后面这个整个这段的这个起涨，你需要比较柱子的面积，后面需要相加，然后这个也是把所有在这个0轴以上的加起来，并没有差太多，你发现没有？并没有差太多，并没有明显的背驰。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空间，哎，那就有意思的位置。6497刚好是跟前面这个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现在是在6497之上，意味着没有背驰，意味着这段没背驰，所以说6497就是一个或者6500吧，取整的话，6500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了。如果说从12月什么1月份，如果说跌回到6500以下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内部结构够可以的了，我要回落了。那么回落的话，在月线上还要看能不能够碰到4818，碰不到4818的话，我还可以再起来一浪，对吧？那么从最底下的话，它其实起涨点在下面呢，它起涨的位置在这个666.79呢，在月线这个大周期就全都是浪形，1、2、3、4、5、6、7，现在在月线上已经是第7浪了。所以说为什么我在这个现在的直播中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不能预测，不要预测的原因就在这里。你在666.79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预测到它能走到6000多点呢，10倍呀，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所以说，唯一能做就是跟随，对吧？你只有跟随，你才能跟到6500或6920。你预测的话，神仙也预测不到能到6920啊。所以说，预测思维是害人的。我们所做的这个分析叫完全分类，叫不测而测。什么叫不测而测呢？就是你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分析出来了。因为股票很简单，就3种，要么涨，要么跌，要么就横盘震荡，对吧？所以这种3种可能性，你把它的可能性都分析出来了。但是呢，又不是漫无目的的等待，因为它从盘整或者说从上涨变成下跌，它有一个临界条件。你只要把那个临界条件选好了，哎，一旦触发了，那你可能就要转势了。那这个时候就引起它这个趋势的变化。所以说你不是漫无目的的在这瞎猜，这就是区别。好的，那么的话，我们知道了6500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所以说12月份就关键了，能不能够收在6500以上？起码在这个6500以上的话，还是
处于一个偏强势状态，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月线上。我们再看一下小周期、周线。小周期这个结构我们已经分析过多次了，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这个3491起涨点，大 A 中枢、大 B 中枢，两个中枢的高低点，就是围绕中枢震荡的波动啊，这有高低点。这两个高低点没有接触到，说明还是一个趋势上，没有结束。那么针对第二个中枢，我们也分析过，针对第二个中枢，想要结束中枢震荡的标准就是有没有三买或者三卖，这是缠论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三买和三卖都没出来，所以说它还是可以出现这个，要么给一个三买，要么拉回到中枢里来，要么跌破这中枢，对吧？就这么三种情况，或者说你在这里横也行啊，你在这里横，你迟早要选择方向的，对不对？你不可能一直在这里横吧？你短期能在这里一直横盘，我一直不出高低点，我一直在这里横，到某一个时间点，它迟早要选择方向。所以说，就这么几种可能性。那么现在就是月线上，我们看一下裸 K，从这个最高点现在是回撤了有4根，虽然说有5根 K 线，但是本周的话是上涨的，这里这个回撤不够一笔。那么只有再次跌破6521或者突破6920才能出现新方向，相当于现在这里是没有方向的，对吧？你要选择方向，我才知道你到底是回落有可能是成三买了，还是突破把这个顶分型变成中继的了，对吧？现在是没有方向的。那么这是周线上的这个状态。那么周线上我们也测过，从这个4835这个起涨的话，这有3个位置，对吧？是看它是回落到什么位置。但是呢，这个0.382离这个中枢也很近，如果说跌到0.5的话，直接就回到中枢里来了。这是在大周期上。大周期我们之所以要多看的原因就是找方向，因为虽然大周期这个结构没有那么细，但是它往往是一个大方向的一个指引，对吧？我们要顺着大方向来做，就是顺大逆小嘛。所谓的顺大逆小，就是顺着大趋势，逆着小趋势，对吧？大趋势向上的，那么小趋势的话，如果是下跌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去买这个 deep，buy deep，就是多买这个回撤。那么如果说大趋势是向下的，那么小趋势的上涨，你可能去做空它，所以说这就是顺大逆小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周线上，现在我们要观察，这里是有5根 K 线，5周，我要看一下它能不能够选方向，看一下小周期。那么在小周期上，这个结构我们现在这个上周2次直播我们也已经说过多次。那么从这个起涨点这个4835的话，我们看它的结构是一个 A 中枢，然后一个 B 段离开，B 段离开之后一个回撤，这个回撤非常牛，刚好是踩到了0.382，看到没有？这个回落刚好是前面上涨的0.382这个位置，然后出现了这个支撑。当然了，你如果说看这个裸 K 的话，它还有这个120天均线也在附近，半年线，对吧？也在这个附近，所以说，再加上它的内部结构。这段内部结构也是非常充分、非常饱满。我们一直说一个结构是否饱满是跟模型相比较，你一定要把缠论的这个模型牢记在心里面。你要知道，首先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段是处于模型里面哪一部分，对吧？你这样的话，你才好做这个长远的一个计划。所谓是否饱满，就是如果说它的进入段啊、中枢震荡啊、离开都有，那这个结构就是相对饱满的。当然，它也可以再生长出来一个，形成一个趋势也可以。但是不是每一个结构都需要趋势结束，盘整也可以结束一个走势类型的。所以说它们俩的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那么现在已经这个回落成了底分型之后，现在连涨5天，你看它这个节奏明显比较强，你发现没有？怎么说强呢？就是同样的高度，我用5天就拉回到之前下跌的这个位置了，所以说它这个节律是非常快的，就这个上涨的时候，它这个节律是非常快的，用一个5天的一比就回来了。那么前面这里的话，明显是多于5天的，说明现在的这个节奏快，也就是说它小周期的动能强，没有怎么回调，你发现没有？它在这每天都出一个高点，除了底分型之后，每天都出一个新高，甚至还带一个小缺口，这就说明它的小周期的动能是非常强的。那我们之前也看过它的小周期，1小时上还是一比，30分钟
这里是有过一个回落，但是呢，不是非常的严格定义的话是不够一笔的，因为它这里是有一个高点破坏了这个结构，这个高点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回落一笔的结构，所以说如果说你在30分钟上严格定义的话是没有回落的，那么这里的话勉强算一个回落，但是也不够特别明显，所以我们用的是更小周期的15分钟。在15分钟上的话，这是一个3段的一个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里震出一个中枢来，然后又一个5段离开。那么在周五我们直播的时候，基本上在这个位置，我当时建议是不要往里追。首先你不要追它，对吧？而且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还测过一个空间，就是这个中枢的进入段跟它的离开段比较，有一个位置在6837一个等比例的位置，当时基本上就顶在这个位置。我的建议是不要往里追。那周五的尾盘的时候往上拉了一下，说明这个就是现在这整个这段的话是跟前面比较是没有背驰，但是它也是处于一个小五浪里面，就是这个离开段的小五浪，就是1、2、3、4、5一个小五浪。那么这个针对这个小五浪，你还可以跟这个前面这个3浪比较，它是弱的，对吧？因为等比例在6903呢，它现在是只是在0.5以下或0.382这里，所以说不论是这个大的结构比较，还是在小的五浪比较，这段都不应该去追它。你手里有当然可以继续拿，对吧？毕竟这个如果说你是从这个前面这一波回落的时候再买的，那么你现在是盈利的。你如果说想再多拿一拿，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去追它的话，你就很容易追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因为它完全是可以在这个位置结束之后，可以在这里做震荡、做中枢，你很有可能就买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高位。当然了，它如果说做完中枢，它还是会选择方向往上走，可能套不住。但是这个的回落可能也针对指数的话，可能也有个23%的一个空间。那么指数那个个股的话，肯定5%、10%去了，没必要，对吧？所以我们一定在那个平时的操作那个交易中，首先不要追涨杀跌，这是最起码的。你如果说那个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还需要更多的一个修炼或更多的练习，不要去追涨杀跌，这是最主要的。什么时候可以追涨呢？我之前也讲过，就是比如说我这一个下跌结构已经非常饱满了，然后这是这个两中枢的一个趋势下，在这个小周期上1分钟，就比如说这是一个60分钟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比如说进入这个背驰段了，我什么时候开始进的时候，我要看1分钟结构。1分钟结构出现强势表达的时候，比如说3跟1不背驰的时候，比如说它突破了等比例，或者说这个1起来的时候就特别强，然后前面有一个非常纠结的1分钟的这里面有一个结构的话，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追的。就是说它出现强势表达的时候，你可以拿一点小仓位先追进去，对吧？因为你不知道它后期的一个生长过程，它完全是可以生长出一个大的走势来。所以说在这个底部，很多人说你这不是追涨吗？但是你看的是1分钟啊。我们可以这个简单的把这段高亮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段的1分钟。你如果说去追它的话，你也不过就是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这个就这个位置，看非常典型的一个图形，就这段。我们先看呢就这段，就这个的话，这个上涨你是可以追的。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它的起涨点到上面也不过1%左右的空间，1.44%，对吧？因为它在1分钟图上，你看上去空间挺大，但是它的其实这个涨幅并没有多大，但是在这个结构上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然后出现了一个低点，然后出现了一个不背驰的一个这个三浪。你看前面这里是有个中枢，最低点在这里呢，然后它是这样的话是一个1、2、3，这个3是不背驰的，这是我们要开始往里追了或往里进了，因为它是一个明显的强弱变化，你相当于进入的这个位置刚好是拐点的位置，晓得了吧？所以一定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可以追的。就这种的时候，你可以追在这里，甚至追到最高点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后期还要生长。我们看我这个图形的话，拽不到那么高了，但是我们从这个位置，你即使追在最高点的话，到上面也有3.55%的空间呢。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你即使追在最高点的话，因为它是一个
起始点，或者说这个发生转折的这个位置，你是其实最佳的位置。你即使是追在最高位置的话，你后面还有3.55%，因为我没有到最高的位置，后面应该还有，但是最少有3.55%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你是不怕的，尤其是在这种出现明显趋势变化的时候。所以说这种我们要多关注，而不是说啊，它这里被吃了，这里被吃了，我要往里大仓位可以干了，那不对的。背驰只是代表趋势的力度衰竭，也就是说跌不动了，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跌不动了。但是跌不动并不代表要转势，这是有明显的有这个本质性的区别的，这点一定要清楚。所以说我们是在跌不动之后，我要等待这个多头的表现出来，多头要表现出它的强烈意识的时候，我才要跟进。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这个阴跌状态，你看它前面这里，如果说是一种阴跌状态的话，我是不要它的，或者说我不会去做多的，因为它没有出现，这个多头没有出现明显要转势的这个情况下，你往里进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就是越买越深，越套越深。好的，这里是，利用这个，我们之前也大概的讲过一些，但是没有今天那么详细。但是我想让大家就是转变思路，一定要转变思路，不是说有背驰我就要往里冲，而是出现，你如果说你要做多的话，那个多头它要出现萌发出来，或者说出现，这个变化的时候，我才能进，或者说才能加，你往往会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但是如果说，我要一个日线顶分型，日线的底分型再进也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就相对的位置，你看它从这个最低点到这个顶分型的位置是2.95%，这空间已经相对的，它已经涨幅有点大了，对吧？你如果说能在我们刚才测的是1.4%左右的时候进的话，是不是位置更理想？但是就是有点，那你就配置仓位，先进一点，试仓，对吧？试一下，做一个试单。如果说试单做对了，那个底仓你就拿住了，对吧？那这样的话，慢慢再往回加，也是可以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指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看一下要出财报这些，然后再看一下动能比较强的这个，先看这个网络安全这个 CRWD。那么它的话，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月线上这是一个123，这个3也是走的非常强，但是这个不背驰，对吧？但是它的内部也是回落非常多，看到没有？回落非常多，但是都不构成有效回落。周线，周线上结构就比较这个多了一些，92.25进入段，然后开始立正，这是一个1、2、3、4、5段，然后5段之后，然后给了一个3买，给个3买之后又出现一个上涨，现在是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这3段是出现了一个背驰，但是呢，这个回落也没出来。这个回落首先要出来，你才能说这个要在这里做中枢了。这是 A，后面再做 B，但是高低点要接触是一个扩张的，看能不能往上走，这是一种情况。二呢，就是你可以从这个最高点这断开566，如果要断开的话，那就是这里有一个3买，那就是这个结构可以结束了，带一个3买的盘整上结束。后面的话，看它是不是要演变出来，这样的话可以在这里震2次，然后继续往下走也可以，或者说我只是抬回来1次，那就回到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或者说给3次也可以，就3次回落构成月线的一笔回落，然后再往上走也可以，那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买点了，对吧？所以现在就是这么演变。还有一种就是它没结束。402.66上涨没结束，现在只有一个顶分型，但是不代表要回落一笔，也可以是这笔向上的一个延续。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次级别402，402这个位置一断开之后，到它的日线上，你一看有一个进入段，2次回落构成中枢，再上去再下来又拉回来了，所以说它完全是可以再出一个高点，对吧？因为财报的原因，12月2号盘后。但是呢，这个股票你会发现，它基本上上2次，我们看它这个结果，上次的财报是比预期的强的，然后再往上，revenue 是没有预期强，还有这个整体来讲是不错的，但是呢，它这个你也可以从最高点你去测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空间，
从周五收盘价到这个0.618%5%左右，到前高11%。如果说要砸回来的话，那有可能去200天，200天11%，上下11%这个空间，对吧？因为这个财报这个东西就特别难了，你可能数字就是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经济数据上面，比如说你的这个收入啊，你的这个 revenue 啊，这个 earning 啊都比较好，但是呢，你的展望不好，也有可能会造成那个就是你来年的2026年那个展望不好的话，也会造成一个大跌。所以这个赌这个财报的话是非常难的。最简单的或者相对比较好的就是两边都买，做那个期权策略。这个上面网上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东西，大家可以搜一下。如果说你是长期做这个只是做股票的话，那你就比如说它，因为它是周二的这个盘后嘛，如果说周二之前它能够，比如说涨成一笔的话，这样的话它这里反弹就够一笔了。比如说到了0.5的位置，你可以先减一点嘛，上去了我有底仓，回来了我再买回来，对吧？其实就是一个加点仓的一个动作，这是针对这个 CRWD。我们再看这个 MRVL，也是受益于这个 AI 啊相关的芯片相关的。那么它的这个结构，我们看这个大结构上，它在大结构上这里其实是我们把这个给它去掉。这个大结构上是这样，它在现在看的结构是这个季线，每一根 K 线都是一个季度3个月。那么这里有一个季度的大中枢，然后开始起来的，然后还给了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季度的300，这个回落反而成了下面大中枢的一个300，非常牛。然后现在又出了一个高点，对吧？你如果说能够买在300附近，就季线的300附近，你看看这后面的这个涨幅，所以说，缠论就是一个大周期也能够用来那个判断，小周期更能用来判断，大小通吃这么一套理论。然后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33.75到127.78，因为它这里在季线上是成一笔了，但是回落还不够一笔，对吧？我一样两个方向都要看，是不是上涨没结束，还是说要是下跌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分段的这个线放在这里的原因。然后再看月线上33.75，在这个月线的话也是有结构，只是进入段然后开始回荡。其中有一段我要说一下，就是它这一段的回落，这个从高点到下来只有4个月，只有4根 K 线，但是为什么我这里也画成一笔呢？原因是这笔的回落，它是一个逆前面趋势的一个回落，就前面是上涨的，我这笔的回落非常深，前面这里的话是满足上涨一笔的，然后后面这里虽然说只有4根 K 线，但是它是逆着前面这个趋势来的，所以说一般的情况是，比如说这个上涨它一个回落，你用这个黄金分割的话，有0.382、0.5、0.618，如果说跌破了0.618，即使是不够一笔的话，比如说它只有4根不够一笔，但是跌破了0.618这么一个位置，一般也算，就是你在，尤其是在周期比较大的时候，一般也算一笔，就在你这个分析的时候可以当成一笔的，而且它后面这里还形成了新的一笔上涨，就更加的要把这一段看成一笔的回落了。所以这就是你在实际应用中和你在用这个理论分析的时候的区别，因为在实战的时候，我把它当成一笔，更能够利于我的这个图形上的一个操作，对吧？那么我现在只需要关注的是47.09的这一笔，因为月线上是够一笔了，但是呢，是不是没结束啊？可以继续往上涨啊？还是说是可以拉回来了？那就是要看它的小周期，也就是我们现在分析重点又变到了47.09这里了。47.09在周线上3段，然后这个回落这一段也没出来，我要看一下更小周期日线。那么日线上它就相对的比较乱，但是呢，我在这个周线上，其实我从61.44给它断开了，61.44是周线的。那么我现在关注的就是61.44右侧的这些。好的，61.44。那么61.44这个上涨，
这是进入段，然后一个3段背驰，然后这一段回落的比较深，但是呢，它又很强势的给拉上去了，跟指数有点类似。现在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而且还突破了这个中轨，中枢的中轨。那么它在也是周二盘后出财报，它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裸 K，它前面的几次财报，像这次还有这次还有这次都是下跌，都出现了一个大的跳空缺口，这也是出现一个跳空缺口，出现一个跳空缺口。你看它出现跳空缺口之后，出现跳空缺口之后，是出现了一段下跌，但是又拉回去了，对吧？这个也是，所以说这种票就是好股票，就是出现了大幅下跌之后又能够回来，就每次回来的时候是你加仓或者说你进场的一个机会，不是什么坏事。那么它现在也是一样，出现类似的结构的时候，如果说在周一周二，因为它是周二盘后嘛，它如果说再往上突一突，你就不要追它，对吧？因为你越往上走，它的空间就相对越小一点。从这个周五收盘到这个98.13%，9.76%，如果说回落的话，跌破前面这个位置的话是17%，这个空间就比较大。如果说到这个中枢的这个底部的话，11%，对吧？10%左右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往上冲一样的方法，往上冲，如果说你手里有底仓的话，就减一减；如果说往下来的话，可以再加回来。它只要不脱离这个中枢都没有关系，对吧？说现在就是整体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再看这个 CRM，那么 CRM 也一样，我们看大周期季度的这个更牛了，它这个从这个上市之后，04年上市以来就是一波大的上涨，就是每个季度的图形上，从这里就是一个类似一个单边上涨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巴菲特要那么长期的持有股票？比如说苹果了，什么可口可乐了，这个其他的都是非常长期的一个持有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预测。他不预测，他只选择从他的基本面啊，或者说从他的一些基础分析里面找出来那些好公司，然后一直持有，对吧？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从这个位置，如果说是2.5的话，能涨到300多，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就是一个选好股票之后长期持有。那么在这个季度上是一个，这如果说当进入段的话，这里是有2次回落了，刚好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从369回落已经够一笔了，但是呢，这个底分型还没出现。你看前面这里，这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季度的底分型之后，开始的这个出现一波上涨。你如果说出现从底分型出现之后再买的话，打个比方，84%。如果说你是因为它底分型只要突破第2元素之后就能出现，如果说是从166这个位置买的话，121%，对吧？不晚，即使是你看这个季度的这么大的周期的图形，你出现底分型再买都不晚。只要你选择的公司是好公司，然后它的这个在它的行业里面，要么就是龙头，要么就是相对好的位置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所以说不晚，很多人觉得，哎，我从那个大周期上看出来有底分型再买是不是晚了？一点都不晚，你只要你的周期够长就可以。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回落还没有出现底分型，就是回落最后这一段，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内部，月线上也是一笔，周线上是带结构了，从369这里。那么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2次回荡构成反向中枢，然后再离开，这是很经典的一个结构，发现没有？就是往往都是一个进入段，但一般进入段如果说下跌的比较深的话，走的已经很远了，然后2次回荡。出现一个不突破前面高点的这种叫 lower high，这个西方的他们，我跟大家也有时候说过，对吧？他们的这个分析这个趋势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高点没有突破前面的，就是 lower high，然后这个是 lower low，所谓 lower low 的话，就是这个后面这个 low 比前面这个 low 还要低，就出现了 lower low，就是 lower high，这典型的趋势下的一个结构，典型的趋势下。对吧？你要是相反的话，一样，每一个高点比前面的高点高，发现没有？然后呢，每次的回落的时候比前面的低点高，就是 higher high，higher low，
正好相反，这就是两个趋势上和趋势下的明显的区别。你只要知道了这个的时候，也能管点用，也比你什么都不知道强。你是敢买的，就是说在趋势上的时候，它是一定要突破前面的高点，才能够告诉你它是一个强势表达，而且每次回落的时候是不能够跌破前面低点的时候，它是一个强势表达。那么这儿这个右侧的话是刚好相反的，每次反弹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你就知道了它是一个弱势表达，那你就不应该，或者说是应该这个更应该的是去做空它。就每次反弹的时候，你去做空它，或者说去减仓也可以。如果说你不习惯于做空的话，对吧？所以现在就是看它，12月3号盘后要出财报啦，但是呢，它刚好是在这么一个中枢的下沿附近，中枢下沿附近也不代表说一定要弹回来，或者说甚至突破，它也可以延续啊。但是呢，它现在就唯一情况就是它这个 MACD 并没有太强的表达，就是这个 MACD 啊。但是呢，虽然说也相对偏低的位置，也不代表它不能往下去，对吧？就是说这个不好判断。但是如果说你测空间的话，从现在的位置到中轨8%，到上沿15%、16%，这就大了。那么往下走的话，空间就更大了。往下走的话，空间就很大了，对吧？它如果一旦往下选择的话，那就立刻要出来，因为你不知道它走多远呢。如果说你用这个黄金分割扩展器测的话，那就更远了。它完全是可以先杀到0.618这里，然后再到等比例。如果说是这么走的话，20%，这就空间就非常大。所以说，它这个现在所处的位置确实是比较微妙。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一笔，最后这一笔在刚才看的一笔是在周线上，那么在日线上的话是3段，也是一个3段，然后也是这个12月3号盘后，但是它这个反弹这一笔还没出来。如果说，比如说，头3天下周，哎，我先上涨一下，那么就会形成这么一个结构，一个进入段，然后2次反弹，然后到这个位置开始等待，那很有可能要下去的。当然了，不排除往上走，所以说没有办法预测呀。那从现在的位置到120天8.93%，到200天13%，对吧？就是13%、15%左右的一个空间上涨，因为这是比较明显的两个压制它的。你看前面这里跌破了这个200天之后，看这里，我们看一下裸 K，跌破200天之后一直没回去，看到没有？然后之后就被收压于120天，然后现在这里这个短期突破了120天，又被砸下来了。所以说120天和200天是比较明显的两个大的结构，就是大的那个压力的位置、阻力的位置，对吧？那么如果说要是往下走的话，那就是一个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看它出现这个结构之后，我们也可以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假设这是进入段，然后它这个反弹大概反弹到120天的话，那它要到等比例在哪儿呢？217，217的话有多大空间？如果说sorry，如果说它要弹到120天附近的话，12%，就是说上下10%左右的一个。如果说真的要突破217的话，那就是下面就大了去了。所以这个票，但是它也在下面这里震出来这么大一个箱体或者叫区间，那么你去赌它再往下走，或者说突破这所谓的这个传统理论的话，管人叫颈线，一个颈线。如果说跌破颈线往下砸的话，那下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对吧？这是如果说真的要选择往下走。当然也有一种就是出现一个那个破底翻。什么叫破底翻呢？就是它把这个所谓的趋势这个颈线给跌破了，比如说来一根非常吓人的这个大阴线，然后呢后面几天又快速拉回来，这就叫破底翻。破了这个底之后快速拉回来也可以，那就看它怎么选。这是针对这个 CRM。然后我们再那个，因为还有一点时间，看一下比特币。那比特币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关键的位置。那么比特币从这个我们只分析日线这个结构，从126这个位置下来之后，的话是做了一个进入段，然后2次反弹，然后离开。然后我们也之前这个测过，它当时回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我们再重新测一下。
进入段、离开段，然后等比例84702，对吧？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等比例的位置。我当时说，如果说这个一直在84702之下的话，那你就要非常小心了，因为这个离开段不背驰，一直没有进入这个背驰段。那么一直没有进入背驰段的话，它就可以一直向下延续。那你要是去做多的话，你就是一个逆势嘛。但是往往这个结构出现之后，这帮机构也好，或者说他们也是要看图的呀，或者说他们是根据自己手里的这个成本，或者说这个位置8500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对他们来讲也是。没想到，哎，拉回来了，对吧？你看它这里是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然后现在出现了有效的一笔回落了。我们现在看它这个回落的这个反弹，刚好是弹到了0.382之上，看到没有？然后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也就是说，它如果说在这里结束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相当于上面这个中枢还是三脉，还是一个三脉。那么再次下跌，给你一个二买，或者说跌破这个，给你一个盘整背驰，那你可能是在这两个位置可以进，就可以能多加一点，因为这个结构就更饱满了。就这个向下的整体结构，从最高点下来的话，结构就更饱满。如果说是再往上走一走的话，看它能不能够去这两个位置，对吧？这个可以上一个延续，只要回不去，都是你要做出减仓的位置，去卖的位置。那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它的内部了。为什么我说它饱满呢？看一下这段的结构。4小时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现在我们看这是4小时，因为针对比特币的话，日线的次级别是4小时，那么这个4小时上有3段，1、2、3，然后我这里已经测出来了它这个位置，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等比例的92788，就是这个123呢，刚好在92788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那么在就是周五的7点出现了，都怼到这个位置了。那么是一个等比例，为什么它这个位置受阻了呢？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120均线，120均线也在这个附近，也是压力的位置。你看前面这里，啊，对吧？没上去。那么现在的就看4小时上，这里是有回落，但是呢，它这根 K 线是破坏了现在这个结构，必须要跌破90220这个回落才够一笔。如果说这个回落够一笔，你要看它跟这个前面这个高点比较，是不是以一个12345的结构再来一段？那这样的话，在日线上就可以再往上冲一冲，对吧？我们刚才说了，日线上它是可以再往上冲到0.5和0.618的。那么4小时上说明它这个结构还没完成，所以说下周就要关注这里是不是要回落成一笔之后往上选，让这个结构更饱满一些，因为现在结构不够饱满。当然了，能不能往下走呢？就是这个123结束了可以呀，那就要力度出现了。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每次反弹都出现偏弱的状态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要往下延续了，说明日线上那一笔反弹结束了，要往下走了，这就是这个结构。这是这个比特币，然后再看一下以太。以太币的话，结构差不多，你发现从这个最高点4955进入段两次反弹，然后它这个第三段是比这个比特币走的长，这段是不背驰的。我们现在目测的话也知道不背驰，对吧？就是这个要一直延续到这里来，因为这段明显比前面这个进入段长，它是不背驰的。然后两次反弹了，而且这两次反弹之后呢，我们看这个高点，这个是在3099，这是3055碰到了，说明这里有一个中枢了。当然了，因为它的第三段还没完成，这段如果是再往上走一走的话，那这个中枢的位置可能出现了一点点变化。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说吧，这里是在形成潜在的大 B 中枢。什么情况下能破坏它呢？首先你要突破这个3658，比如说这样的走，然后有可能走反向。如果说只是在3658附近这里形成了一个反弹的话，那么没有力度往上走，甚至是顶到这是120天的话，在4000的话，那也没有破坏的它节奏，且没有破坏整体的结构，还是可以往下走，对吧？这是针对这个以太币，所以说我们要看到强势表达才行。
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简单分析这么多了，再见。